想和说在大脑里是同一件事。你这辈子说过最多的话，不是对别人说的，是对自己说的。从早上睁眼到晚上入睡，你的脑子里有一条永不停歇的独白在转。你以为这条独白是绝对安全的，因为它从没出过你的嘴，没有空气震动，没有声波传播，没有任何物理痕迹，它是你这个人最后的私密领地。但是2025年8月，斯坦福大学的脑机接口团队在 Cell 上发了一篇论文，标题叫做内心独白在运动皮层中的表征。这篇论文告诉你一件事，你心里默念的每一个字，你的运动皮层全程都在录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立杰。我先把这个实验的场景还原给你。4个因为疾病而无法说话的患者，他们的大脑运动皮层里被植入了微电极阵列。研究者让他们做一件事儿，就是在心里默念句子，不需要尝试发声，不需要动嘴唇，纯粹的心里想。结果呢，运动皮层的神经元活动清晰、稳定、可解码。研究者用这些信号实时翻译出了被试者在心里想的句子，50个词汇量的准确率达到 86%，125000个词汇量的准确率也有 74%。更惊人的是，这个解码速度能跟上正常对话的语速，每分钟145个词。你心里默念一句话，机器在同一时刻把它写了出来。这里面最反直觉的发现是什么？是研究者发现，你在心里默念一句话时，运动皮层的活动模式和你实际尝试说话时的模式高度相似，不是勉强相关，不是统计学上的微弱信号，而是结构性的高度相似。区别只在于信号的强度和某些维度的差异，足以让算法分辨你是在想还是在说，但底层的编码模式几乎是同一套。换句话说，你的运动皮层不区分想和说，在他看来，这是同一件事的两种音量。你可能会说，这有什么了不起？不就是脑机接口又进步了吗？不，这篇论文真正戳破的是一个我们从来没有认真质疑过的假设。我们一直以为想和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过程，说是把想法转化为肌肉运动的输出阶段，想是纯粹内在的、私密的、不涉及任何运动指令的认知活动。我们觉得从想到说之间有一堵墙，想是城堡内部，说是城堡外面，中间有一道你可以选择开或者不开的门。但这篇论文说，那道门根本不存在。你以为你只是在城堡里自言自语，但城堡的外墙是透明的，运动皮层从头到尾都在执行着说的准备动作，只是在最后一刻被抑制了。想不是说的前传，想就是说的低功率版本。这让我想到一件事，佛学里有一个概念叫起心动念。2500年来，修行者反复强调一件事，就是你的念头本身就是行为，不是念头导致了行为，是念头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动作了。你心里起了一个贪念，虽然你没有伸手去拿，但在业力的层面，这个念头本身已经在你的阿赖耶识里种下了种子。这个说法听起来非常玄乎，对吧？你没做啊，你只是想了想而已，怎么就有后果了？现在 Cell 这篇论文给了一个精确的神经科学注脚。你想了想，并不是纯粹的思维游戏。你想了想的时候，你的运动皮层真的在执行，它在发射神经信号，它在编码具体的因素和词汇，它在走完整个从意图到执行的流程，只差最后没有把信号放大到真正驱动声带。这个信号虽然没有变成声音，但它是真实的物理事件，它改变了你的神经状态，它消耗了能量，它留下了痕迹。佛家说起心动念即是造业，翻译成神经科学，就是每一个念头都在运动皮层留下了编码痕迹，每一次重复都在强化那条神经通路。你以为想想不要紧，但你的大脑不这么看。对他来说，想和说只是一个抑制阈值的区别。你在心里反复排练一句恶毒的话，跟你真的说出来，在运动皮层的编码层面几乎是同一件事。这就是为什么修行者要从念头下手，而不是从行为下手。因为等你控制行为的时候，运动皮层早就练了上千遍了。但这篇论文最让我觉得有意思的地方，不是佛学的印证，而是研究者自己的反应。他们发现了一个问题，如果内心独白可以被脑机接口实时解码，那用户的隐私怎么办？如果一个瘫痪患者植入了语音脑机接口来帮助交流，
但这个设备同时也能捕捉到他没有打算说出来的心里话，怎么办？他在心里骂护士，设备把这句话写了出来。他在心里盘算怎么分遗产，设备把这个也记录了。这不是科幻电影，这是一个工程问题。研究团队在同一篇论文里就提出了解决方案。他们发现，虽然想和说的模式高度相似，但两者之间确实存在可以被算法捕捉到的维度差异。他们利用这个差异设计了一套隐私保护协议。一种方案是设备只在用户主动切换到说的模式时才开始解码。另一种更精巧的方案是让用户在心里设一个触发密码，只有先默念这个密码，设备才会启动解码功能。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想象中的开机指令。你想想这个画面，科学家造出了一台能读心的机器，然后他们在同一篇论文里就给它装了一把锁。钥匙是什么？是一个只存在于你心里的密码。这是科技伦理第一次跟科技能力在同一篇论文里同步登场。我觉得这件事本身就值得单独拿出来说，因为过去几十年，技术和伦理的关系一直是先跑起来再说。原子弹炸完了才讨论核伦理，社交媒体成瘾了才讨论算法伦理，基因编辑婴儿生出来了才讨论生殖伦理。但这一次不一样，这一次研究者在看到自己造出了什么的那一刻，同时就思考了如何约束它。这是一种什么精神？这是一种觉知。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你看见了后果，你同步做出了回应。不是事后补救，不是别人逼你，是你自己看见了就行动了。好了，让我们回到一个更深的问题。如果想和说在运动皮层是同一件事的不同强度，那想到底是什么？它是说话的预演吗？还是说话才是想法的放大版本？维果茨基在100年前就提出过一个假说，他说人类的内心独白是外部语言内化的产物。小孩子一开始是大声对自己说话的，你观察3、4岁的孩子就会发现，他们一边玩积木一边自言自语，后来这个自言自语慢慢内化了，变成了无声的内心独白。所以想不是说的前传，反过来说才是原版，想是说的内化。但 Cell 这篇论文给了一个更激进的暗示，也许想和说从来就不是两件事。也许从运动皮层的角度看，所有的语言活动，无论出声还是不出声，都是同一种运动程序。声音只是这个程序偶尔的副产品。你的大脑不是先想好了再决定要不要说，而是它一直在说，只是大部分时候你选择不把音量开到外放。如果这是真的，那你的内心独白就不是一个安静的思考过程，它是一场永不停歇的低音量演讲。你的运动皮层每时每刻都在生产语言，都在编码音素、词序、语调，它从来就没有安静过。所谓的安静，只是你没有听到外放的声音而已。这让我想到修行里一个非常经典的观察。禅修者经常说的第一个发现是什么？是我从来不知道自己有这么多念头。当你第一次安静坐下来，不做任何事，你会被自己脑子里的噪音震惊。那些念头不是你主动想的，它们是自动冒出来的，一个接一个，像弹幕一样。现在你知道为什么了，因为你的运动皮层一直在运转，它不需要你下指令，它自己就在生产语言。这不是一个心理现象，这是一个生理现象。你的大脑是一台永不停机的语言生产机器。那禅修在做什么？如果用这篇论文的框架来理解，禅修可能就是在训练你降低这台机器的运转频率，不是关掉它，你关不掉，而是让你意识到它在运转，从而不再被它的输出劫持。你听到了内心独白，但你知道那只是运动皮层的自动输出，它不代表你，它不等于事实，它只是一台机器在空转。这就是佛家说的正念。你看见了念头，但你不跟着念头走。最后我想问一个问题，如果有一天脑机接口真的普及了，每个人脑子里都有一个芯片，那人类社会最先崩溃的是什么？我猜不是隐私法律，不是商业模式，而是人和人之间那层叫做礼貌的缓冲区。我们之所以能维持文明社会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能把想和说分开。我们心里想的跟嘴上说的经常不一样，这不是虚伪，这是文明运转的必要成本。如果有一天这层缓冲区消失了，人类会变得更真诚还是更孤独？我不知道答案，但我知道2500年前
佛陀教弟子从念头下手修行，可能不只是道德训诫，他可能早就看见了今天 Cell 这篇论文用电极才看见的东西。你的念头不是无辜的旁观者，它是正在执行的行为，唯一的区别是音量。你怎么看？你觉得想和说之间那道墙是真的存在，还是我们一厢情愿的幻觉？评论区告诉我。我是王立杰，我们下期见。